3个孩子，有母亲和易叔叔，家里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你不用担心。不行，我这个大将军不让，我看谁敢让你入营随军，想都不要想！若沈家不能去，大将军你也不能去。我一心嫁的，为的不是荣华富贵，不是安安稳稳的当个夫人，我为的是情，是爱，是能够守在你身边，陪伴你，照顾你。如今，我知道你带着伤要上战场，却不能在你身边守护你。无法知道你每日如何熬过身上的伤痛，我只会陷入刀割，食不能安，寝不能寐，与其受此折磨，我还不如陪你一同犯险。我不许！那我只有告诉皇后，让她定夺。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夫君去受苦，若不能在你身边照顾你，我只有出此下策。即使你恨死我、怨死我，我也无怨无悔。我就是不能失去夫君。不能失去你，我不能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啊，佳儿，佳儿。上次沈家做了这汤，谁尝过了都说好，所以我学着做了。来尝尝，看有没有沈家做的好。好香甜，比佳儿做的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还不是因为佳儿不在，你才夸姐姐。好喝你就多喝一些。尤其这汤里放了些红花，对各种瘀痛内伤颇为有益处。想当年你第一次出征，虽一脸稚气，却亦是英雄威武，神采飞扬。如今虽然成熟沉稳，却也尽显沧桑。戎马10年，饱经历练，从当初羽翼未丰的无名小卒，到如今声名显赫的大将军，当然是沧桑沉稳了。正因此，才能调兵遣将，尽显威仪，统领大军，辗转南北。这些年来，弟弟血拼沙场，旧患未好又添新伤，日月复加，不知会否埋下隐疾？姐姐，或许你心里有话，很想讲却讲不出来，又或是不想讲，还是踌躇着不知该怎么讲，都不要紧，姐姐都明白。是佳儿告诉了姐姐。佳儿只是引起了我的疑惑。她在皇上面前无礼扬声，又不止一次阻止你与去病事件，根本就不像平日的沈家。不过你才是告诉姐姐真相的人。你是我弟弟，你的神色言行又怎会瞒过姐姐？看你最近气色渐差，步履不复刚劲，又滴酒不沾。现在沈家又执意要陪你去出征。姐姐不必忧虑，我虽有旧患，但轻微不碍事。只因大战在即，一切需小心谨慎，所以不斟酒，不比剑，怕有所闪失，影响战事。
佳儿太过紧张，才执意要随军出行，照料我而已。从你首次出征到如今终极一仗，作为皇后，深知为江山百姓，你是不能不打。而你作为大汉的大将军，一个战士，相信你也必须打。但我更知道，你为国为民之外，也是为袁大哥扬名显祖的心愿，更为保姐姐这个皇后安稳无忧。姐姐，姐姐感激你的苦心，但姐姐也希望你知道，什么荣耀、功名、后位，对姐姐来说，都不如你安然无恙来的重要。我会记住姐姐今日所说的一字一句，记住姐姐的关心盼望，奋力而战，也会谨慎而行。姐姐就安心等着我扫平外患，边疆报捷，再次大胜而归吧。好，到天下臣民振衣鼓乐，喜迎工匠凯旋而归时，姐姐要见你，踏着刚劲如昔的步伐回到姐姐身边。弟弟定不负皇上和姐姐所托，决胜大漠，安然而归，建立太平盛世。好，姐姐会在你出征期间，为你绣一件长寿绣袍，佑弟弟如意平安，福泽安康，让你释驾归朝，卸去重担，好好享受你用这半生血汗打下来的太平盛世。好。看不穿翻云覆雨变幻，算不穿光阴的流转，走不遍江中的塞北与江南。诗篇写不完千头万绪纠缠，数不尽百转千回循环，道不尽一生的荣耀与悲欢，有多少能交换代，唯有你无可替代，繁华四海，在天地间盛开。慢慢吃，这烧肉是我用蛮渣煮成的，可化瘀行血，有利于你的内伤。啊，你也一起吃吧。我煮的时候已经吃过了。啊，哎，佳儿，歇会儿吧。我不累，能陪在你身边就好。佳儿，
成婚多年，多亏有你贴心照顾，料理家务，让府中上下井井有条，3个孩儿茁壮成长。我能后顾无忧地拼战沙场，全因为有你的牺牲和付出。这都是我为人妻子的分内之事。能在夫君身后分忧，是佳儿最大的幸福。佳儿，这么多年来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但无论如何，我想让你知道，我是你可以把秘密、性命都交托的生死至亲的妻子。来，你说过的话，我都记得。我刚嫁你的时候，也没有想过，在你心里要占据一个位置。我当时只觉得，只要能够靠近你，就像不愿接近青天那样，我就很满足了。如今，我能够陪你共赴沙场，看着你调兵遣将的威仪，对我这株小草而言，何其有幸！佳儿，有你在我身边，是我此生最大的幸福。放心，此行虽然艰险，但是我一定会尽力保护你的。你保护好你自己就好。在我眼里、心里都只有你。若你出事，我必定不能独活。所以，为了我，为了我们的孩子，你一定要平安无恙。我要每天都能像现在这样，靠在你身边。放心，我一定会撑下去，因为我心里有佳儿，你永远在我心里。即使在战场上杀敌，你都能陪伴着我。为了你，我就立起倍增。去兵已经领着精兵进了大漠了，我们是不是也快要离开边关，入敌腹地？一部署好，就会出发，穿过前面那片梭梭林，就进入大漠了。梭梭林？对，就是前面荒野的树林，那里不是汉境，到时水源会很难找。这几日，我们要先把水粮储备足。好，那我趁这几日，把你的身子调养好，让你以最好的体魄出征。有劳夫人了。夫君，我趁你巡营时离开，求你见谅。昨夜你说附近有梭梭林，我开心的彻夜难眠。我听易叔叔说，梭梭林中有一种肉松茸，专治虚劳内伤。我问过一公郎，原来各种郑家鸡块得这肉松茸极销，但中原还有此药。既然梭梭林就在眼前，那夫君的伤患也有灵药可治了。原谅我擅作主张，我知道你会担心我的安危，不会让我去，所以未事先告知。你说过，家草
是出生的芦草，生生不息，经风吹雨打，仍昂首不惧。我要为你做这样的一株家草，不用担心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傻家儿，傻家儿！索索林附近外敌频繁出没，你若遇到他们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我可怎么帮你呀？出了什么事？大将军，收到塞外探子急报，敌军主力原来早已转移，并没有与冠军后的东路军交锋，而是向我方扑来。想不到军情会有这种失误，该死！陛下，请息怒。如今最重要的是，如何再调配大军。我们的精兵都集中于去病的军队中，卫青兵马数目远远逊于敌军，不能硬碰。陛下，臣以为，不如让卫青留守定襄郡，待去病的兵马抵达狼居胥山，乱了敌军部署，再一起出发，围攻赵信城。万万不可！若卫青留守，必坏了兵将士气，这是行军大忌。如今趁军将士气高昂，就该立刻出发，让卫青先行应战，拖延敌军。同时派人急告去病前去包抄，让敌军措手不及，才有胜算。陛下，精兵都不在卫青军中，怕是拖延不了几日就被外敌。不会，卫青骁勇善战，布阵如神，之前6次大胜，这次也断不会让朕失望。朕相信卫青的坚毅，也相信去病的机灵。他们会明白此仗的重要，只能进，不能守，更不能退。此仗只能进，不能守，更不能退。我们稍作调配，便开进大漠，与外敌决一死战。但为何突然改调我作右护卫，而派他公孙敖去做前锋？明明我李广才是皇上指定的前将军。李将军，我知你作战勇猛，经验极其丰富，但是此次大战我们要深入沙漠，长途跋涉，皇上也担心你年纪不轻，身体吃不消。是皇上担心，还是你有私心？天下人都知道公孙敖与你有救命之恩。李广，你可知你已犯下不敬之罪？我李家几代都是忠良，我儿子李敢还跟着你外甥霍去病出生入死。我们李家论军功，绝不在他人之下。他公孙敖若有什么功绩，也大可数出来。你派公孙敖做前锋，无非是要助他领功复爵罢了。李广，我以大将军之命，命你速速领兵，随时准备出发。这是军令。遵命。你们速速将我新的调配下达众将士，要好好的安抚军心，激励士气。到时一声号响，漠北挺进。走。公孙敖，大将军，时间紧迫，军中有精兵不多，你身为先锋大将，先速速整合5000骑兵做冲锋兵，随时候命，抢占先机。诺。报告大将军，我等便寻未见夫人，但小的在梭梭林附近拾到女人衣服的布屑，不知是否夫人所有，特赶来向大将军回报。果然是夫人衣服上的。末将再派人去寻找。不用了，你去准备兵马，不要耽误了军情，我自己去找。
嘉儿，嘉儿，大将军，嘉儿，大将军，跟我走，若。嘉儿，魏将军，这就是你的夫人。抓到个汉族女子，我已经很惊喜了，万万没有想到，竟然是你魏大将军的夫人，真是天助我足啊！既然你知道他是谁，还不赶快放人？放了他可以，你赶快退兵，退回雁门关，交还肃芳郡，否则你就等着为他收尸吧。夫君，魏大将军，不要为了一株小草而耽误了军情。住手！放人你们也休想活命！哼，我们死，那也有大将军的夫人陪葬。退不退兵？退不退兵？嘉儿不要！家人不要！夫人，嘉儿，你真傻！不要夫君为难。别乱说，我带你回去，撑住！我才来要的是你的内伤。嘉儿，我不能陪伴在你身边，嘉儿要赋予你。嘉儿，嘉儿，嘉儿，不，嘉儿，嘉儿，不，嘉儿，不，嘉儿，嘉儿，嘉儿。
一会儿啊要见到皇后、太子和3位公主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我们会给皇后背诵诗经，绝不捣蛋。哎，这就对了，要乖，要守礼。你们要知道，你们的父亲是大将军，母亲是大将军夫人，外祖母是我。要让别人觉得你们谦逊、懂礼、有家教，知不知道？知道了。哎，那我们现在进去啊。走。皇后，我把3个孩子都带来了。皇后万福金安。免礼了，你们都乖。谢姑母夸奖。乖。我先带孩子们出去，我们到外面去玩，玩累了呢，有小点心吃，好不好啊？啊，来，跟我来啊！走。哎，这易老头今天是怎么了？不吭一声，看来他是有事情烦着呢。喜娘，你来坐，我有事跟你说啊。我刚才在车里坐了半天，不想坐了，我还想到外面看顾3个孩子呢。皇后有什么话直说就好。来，过来坐。喜娘啊，佳儿她去了。啊，佳儿随卫青出征去了吗？这我知道，为国为民嘛。我是说，啊，佳儿她去了，回不来了。不可能！喜娘，你要冷静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佳儿说她很快就会回来，她答应过我的。我的佳儿最孝顺，她不会骗我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喜娘，沈家被外敌挟持，为保卫清河军队，当场自尽。苍天哪，为何如此狠心，竟让我女儿就这么走了，让她在那陌生的荒地做孤魂。喜娘，你为何狠心带走她？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喜娘，你放心，皇上一定会派人把佳儿的遗体接回来，不会让她一个人，不会让她独留在异乡。喜娘，你听我说，你也不孤单，你还有卫青，还有我，还有3个孩子呢，你不会孤独的。可怜佳儿的孩子们还这么小就失去母亲，连最后一面也见不到。苍天哪，你为何不拿走我的性命，却要我女儿的命啊？赵卫青回来，陛下，朕知道。卫青痛失爱妻，定想杀敌报仇，但开战以来已是一搏3折。朕花了很长时间备齐粮草，整顿兵马，充实军库，就是为了漠南再无王庭。
此次不容半点疏忽。但以卫青如今的悲愤心情，只怕召他不回。你去，他不回来就抓他回来。朕当日见他夫妻恩爱，若卫青死期而失去理智，战略上出了差错，足令生灵涂炭，朕岂不是愧对万民？陛下，皇后求见。陛下圣安。子父，你痛失亲人，一定很难过。你怎么不好好休息呢？陛下，子父知道不该干涉朝政之事，但此次关乎臣妾弟弟，敢问陛下，准备如何处理前线战事？卫青虽然6战6胜，但这次朕要召他回来，改以去病统领全军。因为此战，臣妾明白。正因弟弟情深，亲睹爱妻惨死，悲怆之间或失理智，留在军中，恐生巨祸。但召其回来，却也怕难成其事。只是，若卫青能够摒去忧伤，冷静领军，陛下可会改变初衷？他是朕的干城大将，他若能胜任，朕自然不想撤换他。但当前局势严峻，又关乎他的至亲之情，恐怕不能如你我所愿。卫青不单是陛下的干城大将，也是臣妾的弟弟。臣妾与陛下一样，都希望能转危为安。此事可否交给臣妾处理？据报，敌军已抵达智岩山附近，我们明日出发，横越沙漠，正面突击，打他们个措手不及。公所在，你与我共领先锋部队，直奔敌军主力。诺。李广、赵世奇在。你二军从东路出发，掩护先锋部队侧翼。抵达漠北之后，主力攻击敌军左侧卫。诺，末将定不负大将军所望。其余人等随时待命，等候出发。诺。兄弟，还好你来了。大将军他……慢慢说。卫青人呢？他在自己营帐，表面没事，指挥依旧沉着若定，但忙完军务，就独自躲在帐里，无人敢去打扰。那为夫人行了入殓之礼没有？没，连小殓都不准。为什么？那夫人的遗体现在安放何处？谢谢你采的肉松茸，真的有用。这2日，我气息畅顺，精神多了。你平日嘱咐我要多吃的东西，我也都记得。你的话，我一直默记于心。等我打了胜仗，就陪你一起游四海江船，看潮汐涨退，好不好？我也不要再做你的什么晴天，我也要做一株家草，与你同风同雨。卫青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我在与我夫人谈心。她有回应你吗？她在休息。你这样会惊扰到她，你还是走吧。卫青，你看看你自己，你是大将军，手握万人生死。我不是如常调兵遣将吗？我有犯过什么错误吗？这就是错。你做什么？他的脸是冰的，他已经死了。不，
他不会死。他答应过我，会一直陪着我。他担心我的身子，才随军出征，为了替我采药，才冒险出营。要冒险打仗的人是我，要吃过黄沙的人也应该是我。他怎么会死呢？大哥明白。你不明白，你想带他走，可他根本不想走。他只想在这里伴着我，他要看我为他打这一场仗，看我大胜而归。但是你却不体谅我们的心，你算什么兄弟？我不是你兄弟。那外面的将士们是不是你兄弟？他们表面上军心饱满，但事实呢？他们有多心痛，你知道吗？你不听我的没关系，但你敬重的姐姐的话，你不会不听。这上面不但有她的字迹，还有她的泪迹，每字每句都重如千斤，难如登天。我不要看。好，我念给你听。吾弟一人已去，不要！此刻你定是心中悲痛。你我姐弟情深，所伤所痛，我也感同身受。即使你已是统领兵马的大将军，但作为你的姐姐，能与你亲近如初，也愿与你同悲同苦，分担你心中之哀，抚慰你强逆之痛。一人远隔，可血脉仍在。家中稚子刚丧亲母，孤苦无依，亟待父亲亲自安抚。身为人父，更要平复振作，兼其母职，喂之、惜之、养之、育之。还有喜娘，痛失相依相靠的爱女，悲痛欲绝，难以释怀，正待女婿无虞而归，替佳儿尽未尽之孝。忆往昔，浓浓蝗虫，重重难关，到如今种种荣耀，你都与我相扶相守。若我孤弱一身，如何撑过风霜雨露？弟弟，不止佳儿，姐姐也急需要你。一人已去，但大敌当前，需要你的不止至亲，还有大汉将士与天下百姓。姐姐盼你早出困局，莫因仇恨乱了心智，莫因离情误了苍生，更别让佳儿枉死大墓。姐自负气肃。弟弟，不止佳儿，姐姐也急需要你。一人已去，但大敌当前，需要你的不止至亲，还有大汉将士与天下百姓。姐姐盼你早出困局，莫因仇恨乱了心智。
我们出发吧。是该出发了。不过是大哥带嘉儿先走，我留下。你可想清楚了？有姐姐的信任，大哥提点，难道我还会执迷吗？我已经想清楚了。我身为军中主帅，对全军将士皆有责任，不能再让他们忧心。但此战不能言败，你身负丧妻之痛，只怕你病体难治，有所闪失。我既受皇命，言犹在耳，因此绝不无功而返。请段大哥回去，带走皇上。魏青必不辱命。皇上若知你振作而起，定感宽慰。也请段大哥转告我外姑，魏青当视若亲母，一生尽孝，依嘱我3子。等父归来，待他们策马扬鞭，驰骋郊野。还有我姐姐，告诉她，嘉儿为我而亡，我必不会让她枉死。为亡妻，为爱姐，为情，定会保命立功，让她为我准备好长寿绣，等我平安归来。你放心，我定会为你一一传话。孤军营地，你自己要小心。大哥带走我心中牵挂，我还有何虑？有何惧？我魏青可6胜外敌，靠的非一己之力，而是众将士协力同战。只要有他们在，我定可踏平祁连山。长安，再相见！好，好，好！段大哥，我的嘉儿就交给你了，你带她一路走好，待我荣归长安，奏凯乐，歌同宫，再祭我，嘉儿英灵，我定会护送你夫人平安回到长安。
只要夫君能够平平安安，就算折加尔的手，我也愿意。所以，为了我，为了我们的孩子，你一定要平安无恙。我心里有家儿，你永远在我心里。即使在战场上杀敌，都能伴着我。为了你，我就力气倍增。给我，好高啊！不愿飞走了，姑母，不愿飞走了。姑母，你说过，只要我们把不愿牵在手中，母亲就与我们同在。现在它飞走了，那母亲是不是不要我们了？母亲是不是不要我们了？母亲不是不要你们了，她只是飞得高了，去了另一个地方，看着你们，保护你们。一只小小的不愿，可以在青天的怀抱里翱翔，已是福气满盈。我满足了。对于我来说，青天只要肯让我接近，已经是天赐良缘。我一定会努力，让青天绵漫我的真心，任我倚天飞翔，生死相依。我想，我一定会幸福的。子夫，你祝福我吧。母亲自己一个人飞上天，会不会不开心啊？母亲只要能看到你们健康快乐，她也一定会很开心。你们开心吗？开心。你们开心，母亲就开心。你说会努力让青天明白你的真心，任你倚天飞翔，生死相依。你已经如愿了，应该无憾了。陛下圣安。别理了。别太辛苦自己。让陛下担心了。臣妾一绣着长寿绣，总停不下来，好像见到弟弟凯旋归来。朕有一件喜事要告诉你，关于卫青。今早收到军报，卫青研制了一个制敌法宝。法宝？五钢车。此车既能抵挡敌人利器，又可藏弓箭手于车内，随时攻击。更有车环，能将多车相扣，形成铜墙铁壁。臣妾不懂这些，不过看陛下开心，想必定可制敌显威。不错。臣妾虽不懂军事，但是陛下皱了好几日的眉心，中见舒展，相信此车必能成为我军制胜的法宝。朕本担心卫青以寡敌众，以弱对强，但有此车，定叫敌人阵脚大乱，进退失据。能让陛下安心就好。有你在，朕怎会不安心呢？朕还没有好好谢谢你的信，还以为你这个姐姐只能平复她的心情，想不到你竟可令她迅速振作，克敌制胜。只因弟弟有颗存忠孝、念亲情的心，才能再站起来。以信劝之，是以外力；以袖代之，透之内情。正是你这份不为自己，只为他人的情理兼备，才能动之人心，动之天地，为朕带来这么多的惊喜。臣妾本只是一个小小歌女，如今成为天下之母，弟弟亦有幸
为陛下征伐四海，是陛下给了臣妾那么多从未奢望过的惊喜才是。子父，朕的贤妻，朕有你，何其幸也！段大哥，谢谢你带嘉儿回来，她终于回家了。我答应过卫青，把夫人护送回来，能不辱命就好。多年来，我们没有难处，你都会在，你都会相助。我视你为妹妹，卫青为弟弟，既是兄妹情深，何须多言？谢皇后亲临。喜娘别这么说，她是我的弟妇，也是我的姐妹。嘉儿终于回来了，你也要小心身体，别太费神。嘉儿一定希望你像从前一样开开心心、无顾忌地活着。我知道。相信需要时间舒缓。刚才他一见关九，都快哭昏过去了，在内堂躺到现在。嘉儿是生也荣，死也荣。皇上亲赐了金缕玉衣，今日我要带弟弟为嘉儿行大殓之礼，重新加衣厚葬。那就开始大殓之礼吧。另外，后棺木已在内堂备好，孩子们在里面帮忙准备陪葬之物。张大人留步啊！张大人，张大人。参见皇后。不知张大人硬闯大将军府，所谓何事？回皇后，臣绝无不敬之心。今日实因职责所在，臣不得不来此，带走一个人。大胆袁奎，嗜血杀人，潜逃至今，还不露出真面目，速速就绑！张大人可有误会，他不是袁奎，是奕寒，是皇上亲封的长者奕寒。奕寒？哼！好一个长者奕寒！袁奎，你藏的还真够深呀，连皇上皇后都敢隐瞒，可知这更是欺君死罪。杀人欺君之罪非同小可。张大人可有证据？当然有，把人证带进来。诺。参见皇后。夏仆夜，你可否看清楚，此人是否袁奎？正是袁奎，当年我抓捕他时还被他所伤，但是最后让他逃走了。别以为你是做官的就可以血口喷人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我女儿为国捐躯，今日是她大殓之礼，你却带人闯我灵堂，坏我大礼，对我女儿毫无尊重。你说你居心何在？我并无不敬之意，只是什么？你随便带个贼眉鼠眼的人来污指奕寒，就可以带走他吗？他可是皇上亲封的长者，大将军和皇后更视他为亲人。他要是杀了人，就没有天理了。你无凭无据就想把人抓走，休想！法之当头，杀人偿命，有何不可？今日我就是要带走这个逃犯。你，新娘，慢着！张汤，你说并无不敬，但大将军位在你之上，你明知道今日大将军夫人返家设灵，你没向官旧吊唁施祭，没向家属致哀慰问，却带兵进来抓人，其中礼数何在？敬意何在？臣一心追捕逃犯，只怕让其再逃脱，所以疏忽了礼节，还望皇后息怒恕罪。你执法以严，无可厚非，但法之拟立，本为保民安民，所以也要因时制宜，法中留情。大将军的外姑刚立丧女之痛，你无半点体察劝慰，还出手推撞，岂是合情安民之举？臣不敢。大将军正以身犯险，决战大漠，为我大汉子民安身立命。大将军夫人忠义不屈，宁死不为外敌所胁。若因你莽撞，令太夫人跌倒受伤，
如何向大将军交代？是臣大错了，请皇后恕罪。幸好未成大过，我就暂且饶你。谢皇后，但敢问皇后，那逃逸多年的杀人犯，又当如何处置？易叔叔，你对他们的指控，可有片言只字回应？回皇后，小的无话可说。那么，你真是袁奎？我的确是袁奎。不，你真是疯了吗？你怎么连自己的名字也记不住啊？啊！你这老头是怎么了？新你根本就娘够了。不是。不，但无论如何，我得谢谢你。我跟他们回去。不，谢皇后。带走。诺。别担心，他会没事的。我不会让他有事。没想到啊，人这么容易就给抓住了。哼，那奕涵是卫子夫身边的高人，我当然得特别留心了。一个如此闲散无所畏惧之人，当日却见着一个小官就慌张躲避，其中必有隐情。果然，我三言两语就把那奕涵见不得人的老底儿都翻了出来。哼，没想到那个夏勇想立功升官都想疯了，于是我就提点他几句挡煞高升之法。哼，他还真就乖乖照做，跑到张汤那里告发了奕涵。我在长安城外就听说张汤是有名的铁面无私、视法为天、不认情理。看来呀，这次终于可以灭了皇后的亲信。你说这个人值多少啊？此人对我而言一文不值，但若在皇帝忧心战况之时，卫子夫却不知趣，要他网开一面救自己的心腹，哼，皇帝必然心生厌烦。啊，那不如我们再放些风声出去。这样一个杀人犯藏在皇后身边多年，那岂不就是皇后徇私枉法、存心包庇、无法无天了？再让王爷向那狗皇帝吹点耳边风，那妖女皇后就会与他的羽翼一起水尽尸身，魏家之名必被玷污。易叔叔免礼。谢谢你们来看我。张汤可有严刑逼供？我本是罪人，甘心伏法。张汤根本无需严刑逼供。易大叔怎么可能是罪人呢？你一路以来为我们出谋划策，助我们一次又一次躲过险恶，还加在善之余奔走各地，只为济世安民，这岂会是歹毒杀人之凶徒所为？我不管你有何过往，我只信我认识的易叔叔绝不会是个罪人。你们可记得我对皇上曾经说起过我的过去？记得，易大叔与师兄斗法，虽大胜师兄，却连累恩师受怨，被师兄害死。恩师却是因我狂妄斗法，连累而死。但是当日我并未向皇上说出全部的真相，只因我师兄怪怨恩师将学识只传我一人，愤而将师父杀死。我悲愤交加，亦悔疚不已，要将师兄拉去见官。但师兄反目，更将杀师之罪陷害于我。我这手臂上的疤痕，就是与他争执打斗时留下的。我受伤之后，师兄却未停手，反而招招想置我于死地。我只得奋力反击，但错手杀死师兄。这只是自卫自救，即使落在廷尉手里，也非大罪。师父的一班同门见我提刀而出，且刀上沾血，就一意说是我残害师父，谋杀同门师兄。我根本就是百口莫辩，只有逃走。如今张汤查审，你有如实相告吗？
人已死，事情已过去太久，仅凭我一人说辞，不足为惧。况且我逃避追捕，误伤官兵，夏勇就是实证。唉，算了。回想起来，我确实是罪有应得呀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师兄死后留下孤儿寡母，无人照料，四处漂泊，最后饥饿而死。归根究底，这一切只因我狂妄斗法而起。恩师授业之时，早就要我收敛，不外露。若不是我轻狂，恩师不会死，师兄不会死，更不会发生饿殍在野之事。所以易叔叔一直对孤寡弱小特别关照。其实这些年来，你一直在赎罪，受你救助的人数以千百计。易叔叔，你也该安心了，不用再自责。能安吗？每当我看到这疤痕，就好像听到了师兄的怒喊声，想到他的妻儿孤苦伶仃，颠沛流离。我的本名叫袁奎，因我罪孽深重，后来改名叫易寒，以求以后不再轻易发怒，逞一时之快。所谓罪孽，都是一时一分，不甘于恩师被杀，且自救于被人威胁，实非大罪。而至于孩童惨被饿死，又怎能归罪于你呢？你不是我，难明我心中之痛啊！我苟且多年，算是苍天恩惠，给我救孤助贫的机会，也算是弥补了一点过错。如今前世被戒，因而伏法，也算是解脱了。易叔叔，别为我伤神，一定要保护好你的妹妹。我知道，皇后，还记得我们如何相识吗？再为易叔叔做一次蒸饼，可以吗？易叔叔想要什么，子夫都会为你去做。其实当年早已心无所恋，一直放逐自己。可那一日，你好似仙童一样，打开了我心中的死结。自那以后，我便决定此生要行善赎罪。易叔叔心本善良，有无子夫，都会一生立德乐善。恕我这一生，若说真做过什么能够略抵我的罪过，那就是有幸可以助你入宫。只因你一人，就造福了多少苍生啊！当年要是没有易叔叔吐出枣斧，让沈家滑倒，我散发相扶，我怎么能够被皇上宠幸？如果没有易叔叔送我挂饰，子夫今日早已离宫。自从小时候遇到易叔叔，易叔叔送我“不争、不显、不露”这6个字，让子夫一生受用。子夫就当易叔叔是上天派来帮助我的贵人。皇后持伞，急求上苍，天降甘霖，佑我万民啊！皇后持伞，天降甘霖啊！陛下，逃犯易寒已经被捉拿归案，且已承认杀人之罪，论罪当斩。陛下，叶寒防卫时错手杀人，治他死罪，
甚是不妥。陛下，为自保而错手杀人，只是一寒一面之词，不知真假。漠北一事非同小可，李广经为一时会合，无故失踪。朕早就叮嘱卫青，此人不可再重用。朕正烦忧前线，你身为御史大夫，理当理清缘由，知道真假再来，否则别来烦朕。请陛下万勿烦心。参见皇后。起来吧。谢皇后。陛下圣安。朕现在忙着边关战事，不想再谈一寒一案，皇后不用为他求情了。陛下睿智英明，定有公断，臣妾又怎会妨碍平添陛下的烦恼？只是希望陛下能听臣妾说8个字。说吧。罪不可恕，一寒该死。你此说可有理据因由？即使一寒曾现寻水之法，帮助各处郡县找出水源，拯救苍生，可他毕竟杀死残害恩师之人，于法不可容。难道一寒之功竟抵不上他误杀之罪？不错，纵使一寒当日解民困、济其语，保帝后之名，免万民迷信，可他毕竟曾经误杀，且百词莫辩而拒不逃逸，罪不可恕。皇后此言，臣不敢苟同。一寒赠千金于旱灾孩童，持在善之余，为陛下广撒君恩。纵使他救孤寡、兴义学、举孝廉、建贤臣，助陛下弘天地之大德，施雷雨之深恩，可他毕竟借此掩饰身份，欺瞒陛下，绝不可恕。皇后想说的是，纵使一寒误杀逃亡7镇，可他披荆解困，千金救孤，举贤育才，渐渐勋劳，立下千古奇功吧。陛下，而这一切皆是出自赎罪之心。陛下，人谁无过？一寒不但知罪悔过，且功在民生，却有功而不自居，只以救助孤寡为己任，这是善莫大焉。臣求陛下饶一寒一命。一寒如今所为，事事为善，件件为民，皆为可恕之由。陛下明德，求陛下法外容情，恕改过从善之人不死。陛下，请听臣张汤一言。若所言只是依法治罪，那就免了。难道朕不知道各种道理吗？陛下，前线有急报上奏。说。大将军胜了，骠骑将军大胜，在漠北把敌人打得溃不成军。好，朕就知道他们不会让朕失望。卫青大胜，国之大幸，大汉之幸啊！都是天之所佑，是陛下仁德感天。待他们凯旋，朕要重重赏有功之人。陛下，一寒一直视大将军为子侄，不单以睿智提点引导，又以食疗养其身体。家儿死后，又悉心照顾大将军府上下，让他驰骋沙场无后顾之忧。此一胜战，一寒亦有功。这么说来，大将军府的婢女家丁都有一份功了。皇子犯法都与草民同罪，一寒虽有功，但人命关天，加上欺君之死罪，绝不可徇私。功罪不可混而谈之，以罪论之，杀人本该偿命，欺君更是不可容。不过，朕得四海，因承天命。此次汉军大胜，乃天佑我大汉，助我将士，为报天恩，佑我汉室。朕要推恩天下。御史大夫张汤，臣在。为朕传诏：汉军大胜，普天同庆。凡犯罪者，家有孤寡的，赦；误杀误伤的，赦；自卫杀人的，赦；案件超过15载，情由难考的，赦；心有悔意的，赦；曾助病苦的，赦。你可记清楚，
臣记清楚，一切遵陛下之命。臣妾谢陛下。谢陛下。启禀夫人，皇上今日有要事，不能前来。但汉军大捷，皇上要赐后宫上上下下，皇上特意让夫人先去挑选贡品，还特意吩咐夫人要为自己和小皇子多选几项。那就劳烦你替我和红儿谢过皇上。诺，那小人就先告退了。那你快去挑啊，要挑最华丽、最名贵的。只要皇上能时时将我们母子放在心上，是不是最名贵，能不能每日都来，也无所谓。你可不能就此懈怠，皇上要日日来才好。你一定要抓住皇上的心，你和红儿才有好日子过。哎，这袁叔还是没有按约来见面，要抓住皇上，要有他的妙计呀。这几次约定，他一次都没有来。罢了罢了，他自称是高人，却次次失败，定是无颜再见咱们了。可是没了他，我们怎么办呀？有我呀。学人家打仗领功，或许不能，可是争宠嘛，姐姐我还是自有妙计的。那姐姐要多教我几招，让红儿能抓住皇上的心，也让妹妹我可以抓住皇上。说真的，我们这么走了，宫里那2个女人怎么办呀？那狗皇帝承天之佑，魏家得势，天时地利人和3者不得，天不利我，即使留着这无用之族，也于事无补啊。楚服虽有智能，不如成事；虽有资机，不如待时。待我有朝一日时机成熟，我会再回来，到时一并发力，定让那卫子夫臭名一世。哼，是了是了，你志坚意定，我自当舍命相陪就是了。等这些东西收拾完了，我们就可以启程了。放进切丝中。哟，这什么好东西啊？我可从来没见过。哎，别碰，这是我送给你师姐的物品。哦，你是怕触景伤情，一直都不敢拿出来看，是吗？我说过不要碰。是了是了，我马上就收拾。参见陛下，皇后。你们终于回来了。臣与去病，终于不负圣恩，为大汉取胜而归。回来就好。姨母，我与舅父履行承诺，毫发无损的平安归来了。此一，你2人率师攻将，涉水而破，善于张曲，击左贤王、扶屯头王、韩王及将军、都尉、相国等83人，歼灭对方将士7万多，致使外敌北遁远走。大将军卫青、骠骑将军霍去病
听封。臣在。朕封你二人为大司马，俸禄相同，从此共同为我大汉开疆拓土，除敌解患。谢陛下洪恩。臣必将竭心尽力，一定誓死杀敌。起来吧。两位大司马，真为大汉之双臂，如今普天下臣服于朕，战马将歇，外患不在，这万世之功，朕必镌刻于石屏上，再书你二人之名，万世称颂。谢陛下圣恩。卫青，朕的封赏还不能解你心中郁结吗？陛下对臣百般称许，臣却心中有愧。作为统帅，竟思虑不周，致使李广老将军不堪受辱而死，致使陛下又损了一员良将。弟弟，舅父，李广将军延误军机，你只是派长史去问话，是按例行事啊。他自感受辱而自尽，这与你有何关啊？可是李将军是因无向导而迷路，他多次行军，理应精于地理，竟因迷路而延误军机，这罪责难脱。当然，他英武一世，却一直有功无爵。其子李敢，在你军中做事如何？勇猛过人，一直代行副将之职。好，李敢杀敌有功，那朕就封他为关内侯，10邑200户。卫青，可有异议？臣代李敢，谢陛下隆恩。进入这传德殿，便是一家人，不必拘束礼仪。但愿能让你们姐弟稍感宽慰。能见祛病和弟弟无虞归来，臣妾最大的心愿已了。姐姐对我千般信任，我怎能言而无信？看着我凯旋而归，姐姐应该欣慰。我没因仇恨而乱心智，没因离情而误苍生。我一介女辈，最在乎的不是这盔甲上洒了多少外敌的鲜血，而是他为我弟弟挡下了多少刀光剑影。姐姐，这巧手日夜劳作，为你绣出了这满载祝福的长寿绣。你也终于可以看他卸下盔甲，为他披上你的祝愿了。可嘉儿却看不到了。若无他，我早已不知身在何处。得他所佑，我卫青才有今天的功绩。嘉儿生前幸福，死时英烈，身后荣耀。而弟弟如今平安归来，他如此一生，已是无憾了。沈家在天之灵，见你功勋盖世，定感欣慰。木鸢又飞起来了，母亲又在看着我们了。哎，给我，父亲过来。姑母说，母亲就是不冤，越飞越高，直到青天。那我们陪他飞吧。好。快飞啊！飞天了，飞得好高哦！木鸢飞得好高，飞喽飞
佳儿出嫁之前，我和她曾放过不远。当时以为她只是水中佳草，纤细柔弱，却不知她也有靠近苍穹的勇气，也有为爱而亡的英烈。我当时曾经怀疑你们是否天赐良缘，直至今时才悟到，苍天只赏一段缘，良有与否，还看人为。这些年来，他的委屈、孤寂、隐忍与付出，我都能明白。从一个寄人篱下的柔弱婢女，到抚养3个孩子，操持偌大府邸的大将军夫人，他一定有说不尽、道不完的烦忧。可无论何时，他对我总是以笑脸相迎。他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强的太多了。你放心翱翔吧，我为青天，你为不远，即便生死相隔，也可相依。佳儿，这就是你的夫君，活在你身边，也活在你心里的夫君。你如一棵水草出生于世，离世时，却在这驰骋沙场的夫君心里，留下了一片苍翠绿洲。佳儿看到卫青和孩子们都振作起来，一定很安慰。他看到你，也能忘记忧愁，喜乐如故，就会更安心了。大将军，平阳公主到访。参见公主。我特意来贺大司马7战7胜，再次荣归。谢公主关怀，卫青不过承蒙圣恩，尽职尽责罢了。我府中来了些苏合香，记得沈家在平阳侯府的时候很喜欢这种熏香，所以特地带来了一些，算是尽一点心意。此种熏香聚诸香之气而成，能辟邪聚正，祭奠沈家正是合适。我记得佳儿一向喜欢将沉香添于苏合香之中，更像甘醇之味。他的喜好你都熟记于心，想来他在天之灵定能欣慰。这一家阁就是为了佳儿而生，一切自然要按他的喜好。我每每来此，都觉得他还在世。思这一意，你应该节哀顺变。家华矣，虽是杂草，可一落根，便蓬勃而生，繁华一片。看似轻弱如鸿毛，却敢为江山社稷，为君牺牲。如此英烈，重比昆仑。沈家实为女子楷模。卫青替沈家谢公主夸奖。如若佳儿知道公主如此看待她，必会开心。我真心敬佩她，羡慕她，有几人能有她的福分？你很幸运，可以娶得如斯女子。能娶到佳儿，确是我卫青之幸。我曾经祈求上苍，许我与佳儿偕老，但是天命不允。有时真希望永远停驻在军营那天，共望星空，相偎相依。我曾将我的委屈比作梦魇，其实一切皆梦，既是美梦难舍，
也要将之化成回忆，永存心间就好。我放开梦魇，重获新生。但愿你也能放下美梦。公主说的一点不错，梦醒天明，便是昼日一时。让开！关内侯，万万不可！大将军正……我不管，我现在要见卫青。关内侯，这……关内侯，前来大将军府所为何事？我是为我父亲而来。若不是你，先父怎会免去先锋，调离阵前，转做护军？若不是你，先父怎会迷路途中，未能如期会师？若不是你，先父怎会觉愧对李家先祖，愧对军中将士，自刎而去？卫青的确思虑不周，令老将军心生误会。误会？先父的行军路线迂回，又无向导，大漠方向难辨，迷路时期也在情理之中，何以皇上尚未责罚，大将军就派长史羞辱先父？卫青绝无羞辱李将军之心，当时只是想问清真相，以便回奏皇上。以大将军的才智，怎会不知先父一生傲骨，宁死不受小官的质问羞辱？你逼死我父，一句思虑不周就能挡过去吗？确实不能。先父守边数10载，连外敌都尊称一句飞将军，但一直有功无爵。本想争这一仗领功封侯，却全因为你，令他无功反获罪，还命丧大漠。对于李老将军的死，卫青深感悲痛，亦觉有愧。但这绝非是卫青本意。如今溃汉已驻，我指望与李家放下私怨，同仇敌忾。只是不知如何才能让你消除心中仇怨。大胆！你竟敢对大将军不敬！你可知你这一巴掌足以置你于死地？我李敢既然敢来，我就不怕死。何谓不怕死？不怕死，乃是沙场战士面对10万大敌奋勇之前的气概，并不是用来泄愤逞强的姿态。一在以下犯上，我一再容忍。一是敬重你的父亲一生戎马，为国尽忠；二是念及你心怀丧父之痛，莽撞言行一切皆源于孝道，并不是本大将军怕你。你随父从军多时，该知以下犯上藐视军纪，罪当如何？论罪当斩。若伤及统领天下兵马的大司马大将军，更是悖逆不忠，图谋作乱，不只要斩，还要灭族。李老将军自刎，为的正是不辱门楣荣誉。你身为李家后人，竟为一时义气，陷自己于无礼无敬、不忠不孝之恶名。老将军若在世，当作何感想？正如公主所言，你论罪或当灭族，你该如何对得起李家上下？不过，我谅你丧父之痛，此事不再追究，到此为止。你年少气盛，为颜面不肯言谢。大司马大将军气量大，容得下你。不过，你既已封官内侯，又是李广老将军唯一在世的儿子，应该修德养性，当个不枉你父所教、不枉皇上所封的君侯，在沙场驰骋征战，保我大汉子民，显你李氏威名。若他日再凭血气逞威风，大将军能轻饶你，皇上也绝不会饶恕你。段叔叔为何在此啊？等候多时，阻止你去找李敢。
如此说来，段叔叔是知道我舅父被辱之事了？知道。那还拦我？我今日要让李敢知道，什么叫做官序贵贱。不要以为羞辱了百官之上的大将军，还可以安然无恙。拦你的不是我，是皇后之命。什么？是姨母？姨母，你为何不让我去教训那李敢？姨母，去病又沉不住气了。那李敢到大将军府去撒野，羞辱舅父，如此放肆，我作为他的上级，还要对他心平气和，那就是罔顾军纪呀。去病可知，你舅父为何不依法处置李敢？舅父就是对下属太仁慈，那李敢才会这样。当日，李敢的关内侯的爵位还是舅父向皇上请来的，他竟不知感恩，反而对舅父动手，传了出去，让舅父日后何以立军威啊？没想到这花的根枝都烂了，难怪花朵会枯萎。宫女应是怕水分不够，而不断浇水，谁知却落了根苗，可惜啊！本以为是为他好，可如今看来，竟是害了他。可见凡事都要把握分寸，不能过犹不及。何必拐弯抹角？或许你们认为去病失了分寸，但去病也是战场上带兵的将军。战场凶险，将领若军威不显，下属便不受令，全军会处于险境。更遑论战胜。去病说得对，但你所为到底是想相助舅父，还是想让你舅父失信于将士，军威荡存？你舅父既然已经答应，概不追究，又有平阳公主作证，你现在再去找李敢算账，岂不是让你舅父言而无信？这大将军出尔反尔，何以立军威？难道就这样算了？大将军说了，到此为止，就服从命令。我只是怕那些将士恃着舅父的仁德而生骄。不过，舅父既然金口已开，我也不能不尊重。且一如姨母所说，如果再这样追究下去，怕让舅父为难，还是算了吧。你说算了就好，但是不要不甘心。你舅父感念李敢丧父，不是纵容，只是体恤。身为统领，有勇有谋固然是胜敌关键，但是勇谋无力，甚至权势地位，总有衰落。只有仁德的力量会日积月累，令下属生死相随的奋战，也让皇上与臣民信任维护。我明白了，姨母就别再教训我了。那好，姨母这次就饶了你。多亏段大哥帮忙接他过来，不然去病可能又要闯祸了。是去病懂得看通全局，愿意放下仇怨。段大哥，不如留下来与我们一同用膳，我让人再备些好酒好菜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这个主意好。我今天就跟段叔叔来个不醉不归，以泄我心中愤恨。那段叔叔就只有奉陪到底了。那我叫人去把大嫂也接过来。她不是定时会进宫给段大哥送东西吗？今天应该在吧？是啊，段叔叔常忙公事，少有回府，反而住在宫里，卫所颇多。让叔母这么来回奔波，待会儿你可要好好陪陪叔母啊。应该的。叫。叫。段叔叔，去病敬你。果然是好酒。素闻大嫂煮的一手好菜，今日有幸一尝，果然是甘汁肥浓。谢皇后夸赞，皇后亲下膳房，就连蒸饼都亲自做，
帝姬真心佩服。还不是我这外甥最爱吃我做的蒸饼吗？姨母，别这么说，这不是也有段叔叔喜欢吃的烧龟粒吗？对了，土勋已经修好了，就放在卫所。辛苦了。土勋怎么了？之前不慎跌地，裂了条小缝。我见夫君用了多年，十分爱惜，想来是别有意义，选了几个工匠把它给修补好了。段大哥是惜物之人，土勋又是他常用之乐器，定是珍而重之。还好没有伤到上面“平安”2个字，否则段大哥肯定更心疼。原来是那个勋。其实已成老旧之物，若再损坏，就不用再修了。我令工匠再做一个新的来，上面同样也能刻上祝福。原来这勋是皇后送给段大哥的。当年段大哥要远赴西域，想送给大哥佑他平安，最终还是等他回来才送到他手上。姨母，我早有听闻，姨母与段叔叔琴勋合奏，但是去病却无缘听到。不知今日可否有幸能听二位给我们合奏一曲啊？段大哥，不如让明月去卫所把你的土勋拿来。就放在阶案上。去吧。诺。只是这古琴，我已许久不曾碰过，或会生疏。久闻大嫂是淮南一绝，倒不如让你们夫妻2人合奏一曲更好。哎，也好也好，让我这个武夫沾着雅兴也行啊。其实我还没有试过与夫君合奏呢。叔母，你们夫妻日夜相随，怎么可能没有合奏过啊？一定是叔母当着我们这些人不好意思演奏罢了。去病，怎可取笑长辈？还是子夫献酌吧。好，转了一圈啊，还是你与姨母合奏。真想不到，飞鸾都有了自己的孩子。这次生产很顺利。是啊，时间过得真快。飞鸾出生的场景，就好像在眼前。如今，已有小马相伴，生老病死，潮起潮落。人生也大概如此吧。花开终有花谢时，花谢终有花开期。一株迟暮，却又一岁枯荣。即便繁花落尽，却仍有无数生命在发芽生长，生生不息。公主，好像忘了一件事情吧？什么事？我记得当时我们接生了飞鸾，约定与她结为相知，之后起个名字。公主觉得叫什么名字好呢？易经有云：生生之谓义，马之良才谓之俊。俊逸，如何？逸，广以大矣。生命之广，在于不息；生命之大，贵在日新。希望俊逸继承他父亲的品性，温顺矫健，又胜于他父亲，驰骋于更大更远的领域。
生生不息，代代承传。也希望我们的儿女也一生健康，比我们活得更好。我3个儿子，如今越来越懂事孝顺，每日看着他们成长，真是让人心安。香儿也很孝顺，如今她是我最大的依靠。其实，还要多谢你，当日让我见到飞鸾出生，我才体会到做母亲的滋味，我才决定将香儿抚养长大。如今有她相伴，我就不感到孤单了。世间万物都难敌亲情珍贵，公主多去平阳县看看他吧。是啊。上次让姐姐替我办的事，可别忘了。嗯。王夫人，两位妹妹来采花啊！我要是能像妹妹们这么悠闲，那就好了。夫人，你一会儿要去陪皇上晚膳，一会儿还要照顾二皇子，哪有这种闲情啊？还要带着这么重的事物，那就更累了。这是皇上御赐的，我呢也不敢不带呀。那天让我选的时候，我本来也不想选那么多。可皇上一直叫我选，那我只好多选多带了。皇上让你先于其他嫔妃挑选，可见对你用心之深。这确是上天的眷顾，圣恩昌隆嘛。王夫人的头饰真是华丽，不过这种宝物，皇后也一定不少。那是当然，皇上那么疼皇后，只是皇后谦厚，对于赏赐自然不会那么少见多怪。我们这些闲人啊，还是回去晒花做酒吧。王夫人告辞了。妹妹，不要紧。十变是迁，自古有之。皇后现在有再宝贵的东西，也只怕没有心情玩赏了。姐姐是说，魏大将军被李广老将军的儿子打了一巴掌的事。最奇怪的是，皇上若是这么宠爱皇后，怎么连他的家人受了这般羞辱，竟没治那人的罪，为魏大将军讨个公道呢？姐姐的意思是，皇后失宠了？不是说十变是迁，自古有之吗？朝中的这种波谲云诡，也看得出后宫的起跌兴替呢。皇后是善良仁慈，但也不免会被亲人连累吧？就是啊，大将军害死老将，那霍去病仗着自己的舅父姨母，作威作福，事事作恶，天天耀武扬威的，还打伤我们的弟弟。当时刚进宫，迫于无奈，绑弟认错。现在想想，我的心里还疼呢。恶人有恶报，等哪日他威势不在，把这恶人吊起来，狠打一通，才叫快意。恶人就在此，谁要打我？我是恶人，我就在此，你打呀！你们俩每日在后宫无所事事是吗？竟乱生是非，搬弄口舌，重伤朝廷重臣，都活得不耐烦了吗？大司马，我们不过是妇人无心之说，您大人有……姐姐，她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去病，去病，你醒了。陛下，躺下，躺下。太医令，快来，大司马醒了。参见陛下。免礼，免礼。怎么又突然晕倒了？我没事，就是老毛病犯了。启禀陛下，大司马因寒邪外侵，一时脉寒缩拳，导致胸壁晕倒。如今脉象已经顺通，再服几副汤药，就无大碍了。那你快去准备，一定要好好调理。诺。勿需担心，真的没事。
我小时候不也常常晕倒，现在还不是好好的。虽说你生来便有着昏厥之症，但不是已经治好了吗？他自小多病，所以取名去病。可惜这病苦于查无病因，名医都说习武强身或有帮助。这些年来跟我和卫青练武骑马，昏厥也有所缓解，怎料现在又突然复发。以前他每次这样晕倒，臣妾都担心他不再醒过来。有一次好久不醒，现在只要回想起来，也还心有余悸呢。姨母，其实你当年是受骗了。以前我晕倒，不知有多少次是假的，因为每次晕后醒过来，我说要吃什么，你都给我做什么，所以我就装晕，骗你的蒸饼吃。哎，这事舅父也是知道的，那时我们经常联手，骗了你好多次呢。哎，你这小子，我们在关心你身体，你怎么把我扯进来？你们看我像是有事的样子吗？啊，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羸弱病童了。哎，来，我给你们耍几套拳脚。好。以后要吃蒸饼就跟姨母说，不用像以前一样装晕倒吓唬大家。知道了，去病不怕千军万马，就怕姨母教训。以前是年幼无知，以后不会了。谁会想到，千军万马的统帅，当日为了骗一个蒸饼，装病卖乖。去病装晕，也只是为了一个蒸饼。姨母受骗相信了，也不过是担心一阵，只怕有些人装疯扮傻，要的远不止这些。看来我们的大司马不是为蒸饼而来，而是另有话说。那天在我晕倒前，我在庭院遇到王夫人和她的姐姐，在说什么魏家失势，皇后失宠。我看他们二人对姨母心怀不轨，急于争的远不只是恩宠，还有权位。其实那个王夫人本性不坏，当初选她入宫时，她身无一物，却愿意为家人牺牲。如今看她对皇上、对儿子，也都是真心爱护。仁者见仁，姨母贤德，看谁都是看其善。不过我也有担心，以前的穷困，让她太在乎得失，容易迷失本性，误人误己。尤其是她的个性容易听人教唆。原来这一切，姨母早就了然于心了。当日红儿与巨儿独处时无端受伤，我总觉得事有蹊跷。或许也是有人从中作梗吧。我会再仔细查一查，也会找机会与王夫人谈一谈，好好引导她。希望她能保持本性。这些头饰可真够重的，戴得我颈都痛了。刚才在贾美人的店中，把她和瑶姬气得涨红了脸，还是值得。那倒是，当然要让大家看看皇上给我的赏赐。自从霍去病晕倒后，也很少见他进宫了。那个霍去病，看似壮硕，说晕就晕了，说不定哪天说死就死。现在，皇后她出宫去祭祀皇太后了，这连每日的请安都不用，日子过得可真是又舒心又自在。依我看呢，魏家的强势必定走向衰弱，不然霍家的人怎么会说病就病呢？看来皇上很快连皇后都不宠了，皇后才要出宫祭拜，求先祖
必有皇上留在他身边。皇上不宠皇后了，不就只宠爱你了？那就太好了，姐姐，只要能独得皇上的宠爱，那我也就安心了。夫人，皇上刚派人来说，今晚在交房殿设宴，请夫人和王三姑娘一同前去，共享王后新进的贡品。我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诺。姐姐，皇上为何不叫我们去飞长殿，或者亲临凤凰殿，而叫我们去交房殿共赏贡品呢？妹妹啊，皇上想与你欢聚，这后宫最富丽、最雅致的殿宇，当属交房殿呀。皇上趁皇后出宫，便召你去交房殿，可见你在皇上心中的地位，堪比皇后啊！快好好打扮打扮。参见王夫人，皇上有急事需要处理，请二位先在交房殿稍歇片刻，享用上贡珍果。皇上2个时辰后就移驾前来。你帮我传话，请皇上安心处理公务，不必担心我，我会在此静候的。诺。在这交房殿中静候着，真是惬意啊。真是好喝，清纯甘甜，果真是上品美酒。如果一直能享受这些珍品，永远守住这份宠爱就好了。妹妹有这么一个可爱的小皇子，必能永守宠爱。你看，你我在这交房殿内，你不俨如这宫殿的主人吗？皇后宝座在这里，与这交房殿的大气交相辉映，以前都可望不可及，今日啊，终于可以摸一下这个宝座。原来宝座如此别致气派，不知坐上去又是如何呢？妹妹，不如试试啊。如果皇上不是将妹妹与皇后同室，又怎会宣你在这交房殿相聚呢？那你就赶快试试这宝座吧，啊！说不定不久之后啊，这后座就是你的。现在也只是试一下。皇后金安，民女特前来向皇后问安。姐姐，我仿佛看见这殿下的妃嫔婢仆都在向我俯首膜拜呢。民女参见皇后。平身吧，王桑，你照顾皇太子刘弘有功，本皇后要封你为公主，10亿万户。谢皇后恩赐。这宝座果然舒适安逸，这一坐上来，这数日的晕眩都神奇的好了。是吗？有这么舒服吗？姐姐，要不要来试一试？姐姐万安。免礼了。今日我贵为皇后，得替皇上惩恶除奸。魏氏一族弄权跋扈，全部该死。卫青害死李广父子，处以极刑。那霍去病嚣张可恶，哼，先重打50杖，然后把他当众刨落。大胆！大胆刁妇！擅登后座，
是何居心？跪下！陛下恕罪，民女并无僭越之心，只是一时无知，见没有人才试作一下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姐姐只是一时起了玩念，还请陛下恕罪。单凭一句玩念，就想拖这僭越死罪？以皇后之位来玩，对朕的重臣处以极刑是玩，抛落朕的大将是玩，难怪有人状告你们二人有谋夺后位之心。这一玩，就把你们的居心全都显露了。陛下饶命啊！民女真的只是一时好奇，见这宝座似能医治晕眩之症，所以才试做的。荒谬！你把朕当作是目盲耳陈的昏君吗？朕一见你刚才那副嘴脸，就知道你的心思有多狠、多坏。宫中的倾轧就是由你这等人而起，你罪犯大不敬，绝不能饶。陛下，你休想再求情！来人，在，把此二人拖出去。王丧即刻斩首，王晏押回凤凰殿，等候发落。陛下饶命啊！陛下饶命啊！陛下饶命啊！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，救我呀！妹妹，陛下，陛下，放过我姐姐吧，我们是无心的，我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谋夺后位。陛下，放过我们吧！休要狡辩！你纵容亲情，居心不良。朕是念及你是红儿的母亲，才饶你不死。朕会册封红儿为齐王，明日你就与红儿启程去封地，做你的齐王太后。陛下，陛下，臣妾知道错了。拉下去！落！走！陛下。红儿，他们母子这一去，等于永别长安了。朕知道你心有不忍，放心。齐国地势险要，城郭极大，只是临淄城就有10万户，是地大物博的好地方。朕没有亏待他。医风十足，或许就是人心变异的开始。想当初，他患难中仍为家人牺牲，其纯其善。可是如今却……仁易得，人心难测。这么一个怯懦柔弱的女子，一朝得宠，竟也有僭越之心。若不是去病借其居心，日后她气焰更盛，后宫就更多事。这是去病向陛下进言。去病从小就在你身边，得你照顾，他关心你也是应该的。嫔妃们争宠，本是平常事，但若背着君上，便擅议朝中重臣，而且态度极为嚣张，对皇后语出不敬。听其言，知其心，恐怕日后成为后宫祸患。是否祸患，一试便知。以前是臣妾照顾他，担心他，想不到如今反而是他担心臣妾，急着维护臣妾。而朕更担心的是王爷身边有个只会煽风点火、居心叵测的王丧。陛下远虑的是红儿还小，不懂人情世故，耳濡目染，会受王丧影响。王氏姐妹敢觊觎你的后位，就也敢教红儿抢夺太子之位。或许当日红儿受伤，巨儿受疑，也是与王丧有关。早早将红儿送去封地，才能避免一场兄弟纷争、宫廷倾轧的祸乱。但是陛下就要与儿子骨肉分离。身在帝皇之家，这种分离就必须承受。多谢陛下
一直处处为臣妾和剧儿着想。朕身边可信之人越来越少，朕只想好好珍惜你这份真心。